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语言世界模型。该模型被视为通用智能体的关键缺失拼图，其核心在于预测动作如何改变环境状态。没有高保真的世界模型，智能体只能短视试错。该模型名为 Q1 Agent World， 论文标题明确指出它是关键缺失拼图。研究由 Q1 团队完成，旨在推进通用智能体。接下来将深入解析其技术细节与训练流程，请继续观看后续的详细讲解。当前行业过度聚焦智能体策略的决策，即教会模型如何基于状态做出动作决策，但环境模拟这一环节却严重被忽视。它负责预测动作如何改变下一步世界状态。天平图显示，策略是行业的绝对焦点，而环境则是被重视不足的重要半壁江山。核心洞察指出，缺少高保真世界模型作为演练场，智能体只能短视试错，无法演化为通用智能。真实环境存在成本高、部署重等固有局限，遇到不可逆操作或专有软件时，无法训练语言世界模型实现回合级的急速扩展。无需沙盒或物理机，能覆盖高价值专业领域。它还能注入对抗性扰动，如模拟 API 错误，这能系统性暴露并修复智能体的弱点，可控的对抗模拟拓展智能体能力边界。最终目的不仅是降低成本，更是拓展能力边界。该模型是首个覆盖7大领域的语言世界模型，参数量级为350亿和3970亿两种版本。它通过可访问性数与 UI 层级统一表达，将各类模态转化为文本原生处理能力。文本领域有 GBO、MCP 搜索与工程 ，GUI 领域涵盖安卓浏览器与桌面系统。这意味着一个模型能统一模拟多种环境。它成为训练通用智能体的关键基座。同一轨迹范式将交互转化为标准格式，每条轨迹包含系统提示与多轮动作观察。LWM 模拟 SWE 环境中的 Python 报错，点击 By Now 后 LWM 生成 HTML。这种统一格式让 LWM 处理多种交互领域，无需真实环境即可训练智能体策略。它作为高保真模拟器提供精准状态预测，这为通用智能体奠定了可扩展基座。语言世界模型训练引擎分为3个核心阶段。第一阶段是持续预训练，注入状态，转移规律。这个阶段的数据来自超过1000万条真实交互轨迹。第二阶段通过指令微调激活显示思维链，该阶段使用带质量过滤的拒绝采样方法。第三阶段使用强化学习提升微观模拟保真度，它采用混合奖励机制与广义策略优化。3阶段协同将语言模型转化为世界模拟器。CPT 阶段面临工具调用轨迹中的复读机问题，大量无信息量的重复片段会污染模型梯度。解决方案是信息论集的损失掩码机制，坐标轴按动作与观测的重叠度划分区域，高重叠、低新颖度的样例被赋予零损失权重，高新颖度、高信息量的样例则被完全学习。这样语言世界模型专注于环境状态的改变，它不再单纯记忆文本格式。进入第3阶段强化学习后，最大的挑战是奖励作弊。模型可能通过自我赞美、伪造输出来骗取高分。为此，团队设计了9:1混合评价体系。主引擎由大语言模型担任，负责 90% 的评分。它从格式、事实性等5个维度进行参考及盲测，锚点则是基于确定性规则的硬性校验，例如正则匹配、JSON 格式验证，提供 10% 的稳定分数。0和1硬性判定彻底遏制了纯 AI 裁判的梯度噪音和作弊行为。该基准由前沿模型轨迹构建，含2170个真实切片，覆盖7大领域，例如 SWE、Search 和 Terminal 等，分布差异明显。评估维度包括格式、事实性、一致性、真实性与质量。在 MCP 领域，上下文长度最高达 59.3千，体现长上下文特性。在 Android 领域，平均轨迹轮数最高达 33.1 轮，交互复杂度高。所有评估采用参考级盲测，对比真实执行状态，这为衡量世界模型保真度提供了标准化考场。该基准注重真实交互切片，避免纯合成数据偏差。千问世界模型以 58.71 分位居全球第一，它在一致性与质量2个维度上的优势最为突出。终端任务得分 57.7， 领先对手约4分。代码工程领域得分 68.5， 同样超越 GPT 模型。较小版本的350亿模型也跃升了 8.66 分。此版本训练后超越基座与部分闭源前沿模型，
这证明语言世界模型训练带来显著性能提升。这证实了世界模型作为通用智能路径的价值。实验证明，仅用 Terminal 数据做 RL 训练就能带来跨领域提升。Terminal 自身评分飙升了 14.2 分 ，SWE 领域也同步上涨了 11.5 分。Search 领域同样获得 11.8 分的增长 ，MCP 领域则提升 5.0 分。这些领域的语法形式毫无关联，但 LWM 仍能统一提升多领域性能。这证明它学会的是通用因果推理而非模板。世界模型赋能智能体有两种颠覆性范式，第一种是环境模拟器，即解耦范式，智能体与世界模型分离。LWM 作为无限扩展的训练靶场，它能提供真实世界难以获取的极端数据与对抗场景。第二种是基础模型，即统一范式，智能体与世界模型合二为一，将预测内化为核心能力。这赋予智能体谋定而后动的高维规划能力。两种范式为通用智能体开辟了不同路径。范式一将语言世界模型作为环境模拟器，为智能体构建无限训练靶场。第一步只需极少量的真实人类交互轨迹作为种子场景。第二步，世界模型凭借自身知识，零样本生成4000个平行虚拟世界。这些虚拟世界在初始状态、任务目标和系统环境上各不相同。第三步，智能体在这些纯虚拟世界中进行 SimRL 训练，整个过程无需任何特定领域的微调或人工适配。结果在真实世界 Claude 测试集上实现了大幅性能飞跃。Claude Eval 提升 4.3 分 ，Q1 Claude Bench 则提升 7.1 分。为训练搜索智能体，团队对比了两种环境。真实环境训练后，智能体懒惰，停止深层提取；模拟环境训练则让智能体学会深度挖掘。工具调用显示，模拟组搜索下降而提取上升，最终模拟环境 F1 得分 50.3%， 真实环境 45.6%。这证明虚构对抗环境能击败真实物理环境。该方法依赖高质量世界模型的模拟保真度，从而赋予智能体在可控对抗中拓展能力边界。范式二，将语言世界模型当作智能体预热训练。训练过程仅进行单轮无工具调用强化学习，模型只练习预测下一步状态这一核心能力。评估时直接测试多轮全工具调用的复杂任务，无需微调就在7项 Agent 基准测试中爆发。终端基准测试 2.0 分数提升 6.3 分，广域搜索基准分数提升 12.79 分。BFCL 版本4这个未见领域也提升 9.0 分。终端基准 2.0 邮件任务中，智能体域相同 Postfix 报错。内部环境预测准确率从 69.9% 提升到 78.3%， 提升 8.4个百分点。未经训练的模型错误认为配置已足够，它反复震荡于多个配置，不修改映射表失败。经过 LWMRL 后，模型准确预测不修改映射表会失败，智能体针对性修改本地接收者映射表。最终所有测试均通过，任务成功完成。这证明世界模型帮助智能体谋定而后动。语言世界模型在训练后涌现3种高级思维模式。第一种是审慎自我纠错，模型会使用 Wait 中断预测，它重新检查 API 响应格式并自我修正，平均每回合打断 10.4 次。第二种是防御性信息隔离，模型具备心智理论能力，它能严格区分环境目标答案与搜索真实结果，它坚决不向无意义查询泄露答案，保证模拟保真度。第三种是多步因果推理，能在脑内跨越6个层级，例如预测代码报错，能推导6个层级的因果链。该工作补齐了通向通用智能体的关键拼图。它证明理解世界与采取行动同等重要。预见大模型能在内在参数中构建高保真宇宙，这种数字孪生可以无限扩展且高度可控。预测未来的能力本质上是最高级的规划。内化世界模型是下一代通用智能体的范式。不懂世界法则的智能体永远只在试错，而掌握世界模型者能预演1000次未来。技术博客已公开，详述训练细节与模型架构。代码仓库包含完整评估基准与开源工具链。模型权重已发布于2大主流模型托管平台，提供35亿与397亿参数2个版本。这些资源使社区可复现并拓展该模型的成果。研究者能基于世界模型探索更广的智能体应用，这是迈向通用智能体的关键一步，边界仍待探索。例如更大规模数据与更多领域覆盖，
值得探索。团队于2026年6月发布，期待后续进展。